闺蜜中了1个亿的大奖，却让我去替她领奖，却被闺蜜说我贪财冒领，恶意炒作。我被网暴，闺蜜却成了当地有名的小网红。我求闺蜜放过我，闺蜜转手却将我买进山里，美名其曰帮我避风头，结果却将我卖给60多岁的跛脚老光棍，而闺蜜却搬进我的婚房，嫁给我的男朋友，逼死我爸妈，拿走我的所有遗产，我却在猪棚里面死不瞑目。死后我怨气不散，看着闺蜜霸占我的一切，我却死无葬身之地。怨念达到最高时，一道白光乍现，我竟然重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琳琳，你挑一个吧。这个号码带6，吉利。不等我开口，闺蜜王莹就将彩票店老板手中的一张带6号码的刮刮乐抽出来，塞在我手里了。而王莹则拿起另外一张刮刮乐刮了起来。王莹在刮到一半时，表情逐渐开始欣喜，但是却拉着我的手，急匆匆地出了店。怎么了，莹莹？怎么刮一半就出来了？你是不是中奖了？王莹见我疑惑，便神秘地笑了笑。我确实中奖了，而且还是大奖。我装作无知又替王莹开心的样子，那简直是太好了。莹莹，这样你就有下个月的生活费了。王莹听我这么说，脸色有那么一瞬间的变化，可是很快就恢复如常。呵，下个月生活费，我下辈子生活费都有了。王莹双手抱胸，眼神轻蔑地瞥了一眼我。莹莹，你到底中了多少钱啊？我装模作样地问王莹。1个亿。你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我站在一旁笑着恭喜王莹。王莹笑呵呵地看着手中的刮刮乐，转头又对我说：琳琳，财不外露，你没看到那体彩店老板什么表情吗？分明就是不想认账。我当然看到体彩店老板的表情了。有人上钩了，怎么会不开心呢？王莹爸妈重男轻女，供王莹出来读书，也是为了王莹读完大学，每个月工资会高一点。我和王莹是大学室友，当时我看王莹每个月都要出去兼职打工赚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不说，还要往家里面寄钱。我也经常请王莹吃饭，以各种借口送王莹东西。一来二去，王莹和我的关系就渐渐熟络起来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求着爸爸将王莹安排在自己家公司，对王莹更是照顾。可是却没想到，王莹竟然一直以为我看不起她，永远都在施舍她。我害怕王莹自尊心受挫，每次都说那些新衣服是自己买之后不想穿的。将王莹安排在自家公司，更是没敢告诉王莹事实。
就连后来王莹弟弟的学校也是我偷偷资助的。上一世，王莹在中奖之后说才不外露，却让我去帮他领。可他转手就将我领奖的视频放在了网上。虽然视频里面我戴着帽子、墨镜和口罩，可是跟我熟悉的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是我。视频在网上疯传，标题却是闺蜜羡慕我中大奖，冒名顶替我去领奖。因为中奖金额格外巨大，所以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舆论。我被无数网友人肉网暴，手机里面充斥着各种不堪入目的短信私信，甚至有正义感爆棚的网友堵在我家门口，朝着我泼油漆、扔烂菜叶子。我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刀片快递、诅咒娃娃等等。我去求王莹发澄清视频，王莹却将我带到山里。琳琳，你先去山里面我一个亲戚家避避风头，等我澄清完，事情过段时间过去之后，我就接你回来。我甚至天真的以为王莹真的会帮我，可没想到，我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被60多岁的跛脚老光棍凌辱，我性子刚烈，不堪受辱便咬舌自尽。老光棍见我咬舌自尽，便将我扔进猪棚，让我自生自灭。临死前，我在村里唯一的水井里面撒了一包老鼠药。我不能白死，我要他们都陪葬，我死不瞑目。而王莹却利用舆论逼死我爸妈，抢走我的婚房，嫁给我的男朋友。看着王莹踩着我全家的尸体，过着风光的人生，我的怨念以10倍的速度增长，这才促使我再次重生，并且重生回王莹和我一起买刮刮乐那天。琳琳，你明天没有事情吧？你明天替我领一下奖吧。我明天还要上班。你也是知道，我刚工作不到1个月。上周已经请过2次假了，再请假，老板都要让我长久休假了。他也知道自己刚上班不久，当初他多方打听，发现自己所在公司就是我家的一个分公司之后，总是仗着我的身份在公司作威作福，连总经理都不放在眼里。现在倒谨慎起来了。王莹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如果是换作以前，我当然会心软，替她去领奖。啊，莹莹，这可不行。你自己的钱，我怎么去领？那不成了冒名顶替？这个金额也不小。王莹打断我的话，亲昵地拉过我的胳膊。琳琳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可是公司派我出差，我今天晚上就要收拾收拾东西走，根本来不及呀，莹莹。在我各种理由的推脱下，王莹终于放弃了让我替她领奖的念头。回家第一件事情，我直接打电话给老爸。老爸，咱家在普安区的那个分公司能不能合并？
老爸见我这么说，虽然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但是还是同意合并。说是合并，其实就是将分公司的员工调往其他公司，这个分公司直接注销。当然可以呀，反正那个分公司这几年绩效也不怎么样，我早就想合并了。老爸爽快地答应了。老爸，我还有个小忙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老爸见我这么小心翼翼地问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怎么了？琳琳，老爸能帮的肯定帮你呀。你还记得我那个大学室友王莹吗？合并公司的时候，顺便给他解除劳动合同吧。我们闹掰了，人家中大奖了。老爸啧两声，便说不是问题。第二天我就火急火燎地打包行李，退掉房子，回爸妈家。再次见到爸妈，我恍如隔世，看着珠光宝气、笑成一朵花的妈妈，还有和蔼的爸爸，泪水在我眼眶里面打转。我看着眼前的妈妈，很难与上一世被逼跳楼的妈妈联系在一起。爸妈见我情绪不对劲，赶忙上前抱住我。我在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。琳琳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在外面受欺负了？妈妈担忧地轻抚着我的后背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爸爸则在一旁半开玩笑地说道：“让你来咱家公司上班，你还不肯？在咱家公司，你就是老板，那里用得着你受气？老爸都听你领导。”听着爸爸的话，我破涕而笑。我擦擦泪水，因为我知道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。我和公司协商申请调往外地工作，因为我工作能力出众，公司很快就同意了我的申请。我将所有能和王莹扯上关系的人和事全部断绝。我看着平板里面王莹全副武装领奖的场面，松了口气。可是却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王莹竟然这么快就发现我将这边所有东西都转移了。琳琳，我去你家找你。邻居阿姨说你前2天就搬走了，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啊？王莹在电话那头显得很焦急，但我却听出了一丝得意的意味。没什么，只不过是公司临时调令，我以后不在那里工作了。我轻描淡写地说。可是王莹却不依不饶。琳琳，我知道我中了1个亿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看不起你的意思。我还打了500万给你，咱俩可是好闺蜜。听着王莹的话，我瞬间后背直冒冷汗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。500万？是啊，琳琳，咱俩可是好闺蜜。我爸妈我都没给他们钱，我就给你了。如果没有上一世，我肯定会和其他人一样，抱着闺蜜抱负养我的想法，美美的收下这500万。可是现在这几句话就犹如晴天霹雳，直接将我拉回现实。
看来王莹是铁了心要拉我下水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本以为我惹不起还躲不起，这一世我早点摆脱王莹这个恶魔。可是没想到我终究摆脱不了。我默默地看着早早就按下的录音键。可是莹莹，你将钱给我，叔叔阿姨知道了怎么办？我现在有钱，什么干不了？他们就是一家子吸血鬼，我早晚弄死他们。他们现在连提鞋都不配。王莹冷哼一声，十分不屑，将暴发户的粗鄙算是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。你别这么说，莹莹。叔叔阿姨好歹生你养你这么大了。我假意劝导。他们生我养我，还不是为了让我多赚些钱，让我嫁人多拿些彩礼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买房子娶媳妇。我才不会当那个冤大头。看来金钱才是测试人性最好的办法。王莹让我回去陪她一起旅游，我以工作忙的借口拒绝了。隔天早上，我是被另一个大学室友宋欢打电话叫醒的。琳琳，别睡了，你快看微博热搜。我迷迷糊糊地打开手机，热搜第一显然是我和王莹的聊天记录。下面热评：有这样的闺蜜，我开心死都来不及。这姐装什么装？还玩人淡如菊那一套？都给她500万了，还不知足？她是想要更多吧？真是贪得无厌的捞女。富婆姐姐贴贴，我来当你闺蜜。不，拎包的小跟班就行。原来王莹将她给我的转款记录和我们2个的聊天记录截图一起发出去了，还买了热搜。怪不得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王莹的账号就涨粉小几万。我现在是全网公认捞女，吸闺蜜血的恶毒女人，人淡如菊的庄姐。甚至还有人将我和最近很火的大如放在一起做对比。也有部分网友替我辩解，但是很快就被淹没。我并没有去质问王莹，因为我知道，王莹就是想把我从火坑里面推。我找到了王莹的爸妈，将通话录音送给王莹爸妈之后就走了。我注册了个小号，将通话录音和那天王莹领奖的视频一起放上去，并且艾特了王莹弟弟。一句话都没说，我直接注销。视频一发，舆论瞬间反转。再加上有王莹弟弟王伟的推波助澜，现在王莹的评论区全在控诉她如何不孝。什么呀？我就感觉事情不对劲。天上掉下来的500万还是自己闺蜜给的，怎么可能不开心？要是我有这样的闺蜜，我也不敢要。钱给闺蜜不给爸妈，到时候算起来账，闺蜜岂不是百口莫辩？支持楼上，爸妈再怎么样也将她养这么大了，中了1个亿竟然不告诉爸妈。王莹虽然有钱买水军，可是网友并不是好糊弄的。
水军们很快就被骂得狗血喷头。我将王莹爸妈和王伟约出来。阿姨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其实很早就喜欢小伟了。可是莹莹却说小伟没有工作，还没车没房，我嫁过去只能受苦。我说着说着，我就开始佯装哽咽。我家里面条件好，王莹的爸妈一直想让王伟和我处对象，让我嫁给王伟。我是独生女，将来的财产和公司就都是王伟的了。他们家的如意算盘打得都快蹦我的脸上了。王莹妈妈赶忙上前，一脸同情地拉过我：“琳琳啊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原来你这么喜欢我们家小伟。王莹这个死丫头，你别怕，你和小伟的事情，阿姨给你做主。”王莹妈眼睛滴溜溜一转：“琳琳，你知不知道王莹那个死丫头现在在那里？”阿姨，你别怕，阿姨给你撑腰。还有你叔叔在这儿，他不敢怎么样你。王莹妈见我有些犹豫，立马拍胸脯保证。莹莹只说她现在还在公司上班，别的什么都没说。她本来是想让我和她一起出国旅游的，可是我没同意。什么？我都没钱买装备了，她还想去旅游？听到我说旅游，一直坐在旁边打游戏的王伟不乐意了。王伟高中没上完就辍学在家，加上爸妈溺爱，已经20多岁的年纪还在家啃老，还沉迷游戏，家徒四壁。可游戏的装备却一个接一个的买。我看着1.8米几、200多斤的王伟，浑身赘肉，头发油得贴在头皮上，我浑身感到不适。但现在还不能，我还需要忍。王莹爸妈很给力，当天下午就闹到王莹公司楼下：“你个死丫头，中了1个亿不给我们，还不告诉我们！”王莹被拉住衣服，诧异地看向旁边唯唯诺诺的我：“顾林，你……莹莹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叔叔阿姨早晚都要知道的。叔叔阿姨现在已经吃不起饭了，你作为他们的女儿，真的能忍心不管吗？”不等王莹冲我扑过来，王伟就直接上去一脚，将王莹踹翻在地。我站在王伟身后，浅浅一笑，就静静地看着王莹挨打。围观的路人还时不时指指点点：“啧，家里面都快吃不起饭了，他中奖了还想自己享受，养这么大个女儿有什么用？”对呀，你看他背的那个包，少说也要5-6万，是 LV 的当季新品。听到5-6万，王莹的妈瞬间开始鬼哭狼嚎，王伟则趁机将王莹的包抢了过来。哪有什么路人，只不是演的路人而已。正常路人哪有时间看王莹的新包？王莹受不了路人的指指点点，公司很多同事都站在楼上看，
最终逼不得已答应给了他爸妈100万。临走时，王莹怨毒地看着我：顾林，你早晚会付出代价的。哦，是吗？我倒是很想知道有什么代价呀。我勾唇一笑。王莹气急：你还是先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吧。莹莹。王莹看着自己身上的灰尘，被抓烂的外套和裙子，满脸羞愤。王莹爸妈拿到钱的第一瞬间，就拿着东西，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我家。亲家母亲加工。今天我们来就是想要商量商量2个孩子的婚事。王莹妈妈笑得谄媚，把后面还打着游戏满口脏话的王伟拉到我爸妈面前。我爸妈先是一惊，但是我几句悄悄话瞬间让爸妈明白。爸妈假意将王莹爸妈和王伟进门。王莹爸妈一进门就开始东摸摸西瞧瞧的，脸上的算计不言而喻。我作为长辈说几句。琳琳我看也挺乖顺的，也喜欢我们家小伟。我们要求不多，琳琳的陪嫁将公司给我们就行。结婚以后，琳琳就辞职在家，最少要生3个孩子，别的我们不要求。王莹爸爸一副大男子做派，听得我爸火冒3丈，但是为了我的计划，还是生生忍了下来。可是叔叔，有嫁妆不应该有彩礼吗？我也不多要，您给我500万就行。我乖巧地看着王莹爸爸。王莹爸爸刚想发作，就被王莹妈妈拦下，答应了我的要求。果不其然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上厕所的功夫，王莹妈妈就拉着我的手：琳琳啊，阿姨给你的彩礼可是给你自己一个人的，你这要是给你爸妈，不就成了卖女儿吗？阿姨，我肯定会将彩礼带回去的呀，这你放心，这才是阿姨看中的儿媳妇，知道分寸。王莹妈妈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。我爸妈给我养这么大，就算是卖女儿又怎么样？更何况我爸妈断是不可能干出来卖女儿的事情的。我嗤笑，只感觉恶心。100万对于他们这种突然间暴富的人来说根本不够花。我再次见到王莹爸妈和王伟。王伟身上全是带着 logo 的名牌衣服，脚上的一双鞋就上万。王伟开着贷款买来的新款兰博基尼。王莹爸妈到现在还想着让我嫁入他们家，只不过是因为王莹只给了他们几百万，这完全满足不了他们。他们想要的是我家上亿的公司。琳琳，王莹那个死丫头最近联系你没有？我们又找不着她了。王莹妈妈亲昵地揽过我的胳膊，王莹爸爸也在旁边附和：是啊是啊。王莹不给我们钱，你们的婚礼怎么办？我在一旁悄悄地翻了个白眼。我看不是找王莹，是找他们的提款机吧？没有啊。阿姨，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。王莹中奖之后就换了手机号，
我费了好大劲，才从以前关系还不错的大学同学那里找到的。莹莹，上次的事情我也是不知道。我知道的话，肯定不会告诉阿姨和叔叔。我说这话的时候放的是免提。旁边王莹爸妈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呵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王莹说话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瞬间，王莹像是突然间想起什么一样，对我说话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。琳琳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这次我就原谅你了。王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。我当然知道电话那头的男人的声音是谁，是我谈了3年的男朋友顾川。不是死过一次。我又怎么知道王莹和顾川在3年前就已经背着我滚上了床单？我压住情绪，装作抱歉地问王莹：“莹莹，我想当面给你道个歉，要不然我也良心不安。你也是知道我这个人的。”听我这么说，王莹便开始了趾高气扬的使唤。道歉也行。我要吃澳洲产的车厘子，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你经常吃的。听到这里，我本来愤怒的情绪瞬间降了下去好多，噗呲一声笑了。车厘子是智利产的，就算是变有钱，也还是这么目光短浅。在知道王莹地址之后，王伟就开着车带着王莹爸妈和我一起去了王莹所在的小区。小区是个高档小区，里面住的都是京市有头有脸的大老板、企业家。王莹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富人生活。车刚开到小区门口，我就借口肚子疼，先找个厕所上偷偷溜了。而王莹爸妈和王伟则是仗着王莹的身份在门口闹了起来。最后保安没办法，只能带着他们进去。我则偷偷跟在后面，找了个草丛角落，默默地看着一切，顺便架起来手机录像。几乎是开门的一瞬间，王莹妈妈就冲上去扯住王莹的头发，丝毫不顾及形象。王莹爸爸和王伟则是推开王莹，直接冲进屋里面。王莹本来就穿一件真丝睡衣，被王莹妈妈一扯，很快就被撕烂了一块。很快，王伟就领着一个几乎全裸的男人从屋里面走了出来。男人只穿了一个内裤，被王伟直接踹倒在地上，狼狈极了。我从旁边冲出来，手里面还领着给王莹买的澳大利亚的车厘子，当然不是我自己的钱买的。阿姨，莹莹的睡衣可是8万块钱买的，你们怎么把它扯破了？说着便脱下外套披在几乎半裸头发凌乱的王莹身上。听我说着睡衣值8万块钱的时候，王莹妈妈破口大骂：“好你个死丫头！我和你爸将你养这么大，你8万块钱舍得买一个破睡衣，都不舍得给你爸妈。我打死你这个死丫头！”王莹爸爸说罢就抡圆了胳膊，巴掌直直地落在了王莹白皙的脸上。
立马就浮现出红色的巴掌印。是你，是你把他们叫来的，是不是你？王莹扭过头，指着我的鼻子怒吼：“怎么可能是我？莹莹，我刚刚给你买车厘子去了。你不是要吃澳大利亚的车厘子吗？”听我这么说，围观的人很快就笑出了声。我听过智利产的车厘子，也听过国内产的，怎么就没听说过澳大利亚产的呢？真是个土鳖！以为自己有点钱，住个好点的小区，就真的是有钱人了。周围的人看着王莹指指点点，不过还好是高档小区，素质还是可以的，还没有直接爆粗口。我根本没有管王莹什么脸色，直接将矛头转移到了地上的男人身上。顾川，你。顾川虽然和王伟差不多高，但是王伟的体重却足足是2个顾川。你们认识？王莹爸妈看我看向顾川的眼神不太对劲。顾川是我的前男朋友。我边说边擦着泪，一副被辜负了的样子。看着围观群众一脸吃瓜的表情，我趁热打铁，哭得梨花带雨。顾川，我们2个谈了3年，我真的没想到你前些天给我提分手是因为莹莹。我甚至还买了辆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准备送给你。我承认我一直都很忙，有时候顾及不到你的情绪，可是我用金钱弥补了。顾川听到我买车给他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，可是却被王莹瞪了回去。说罢，我转头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王莹。莹莹，你如果喜欢顾川，你可以直接和我说，我是会让给你的。可是你们竟然背着我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剩下的话我哽咽地说不出来。围观的群众再次发动舆论攻击。啧，这男的身上也没2两肉，怎么还能同时骗2个女孩？这个小姑娘真可怜，自己的男朋友出轨了自己最好的闺蜜。顾川看着我，满脸不屑。我爱的一直都是莹莹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最后，王莹还是将所有的钱全给了王莹爸妈。王莹爸妈一拿到钱，对我的态度再次发生180度大转弯。我们小伟现在可是身价千万，你一个小老板家的女儿，我们小伟分分钟钟就能将你们家公司给收购。说完便开着车扬长而去。我勾唇一笑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就这么心急？顾川家里面也是做生意的，说起来也算是半个富二代。可是顾家生意最近几年越来越不行，家里面的几个公司早就负债累累。顾川自己身上就欠了好几千万的外债。上一世顾川哄骗我结婚，却被我发现他身上背着巨额贷款，这才和王莹一起将我买进山里。而顾川和王莹其实早就勾搭到一起。顾川见钱都被王莹爸妈拿走，开始慌了。
王莹却安慰顾川说：“这个钱其实都在另一个账户上，这个账户只是有一小部分钱。”顾川这才放下心来。我偷偷将顾川也是富二代的消息放给王莹爸妈。王莹爸妈在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就去了顾川公司撒泼打滚。顾川为了能骗到王莹的钱，则是硬生生忍了下来。王莹的社交平台上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奢靡生活，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。可是火爆程度并没有上一世那么厉害，毕竟这个世界上有钱人也不少。本以为最近不可能再见到王莹一家了，可是冤家路窄。我本想购物放松一下，却不曾想刚下车便碰到了王莹一家，还有顾川。王莹妈妈先看到我，哟，这不是前些日子追我们小伟，还张口要我们小伟给500万彩礼的人吗？怎么了？现在落魄到连车都没有了。我看着他们不说话。王莹爸爸开始搭腔：“我的好女婿可是送了我们每个人几个小公司，你有公司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加起来可是有8、9个公司呢。这么喜欢顾川家的公司，那就让他们多喜欢喜欢吧。顾林，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别以为你家有几个破钱就可以整天高高在上，我们莹莹照样可以。”顾川搂着王莹，满脸戏谑地看着我。也不知道王莹给顾川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顾川到现在为止都以为王莹可以帮他还清债务。王莹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琳琳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。你但凡给我低个头，认个错，我也不是不可以原谅你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和王莹一家还有顾川彻底撕破脸皮。我上前就是一巴掌，清脆的响声在我的手和王莹的脸颊碰撞之间发出。我常年练拳击，手上的力道当然不可能小了。我还要感谢我的拳击，如果不是练过拳击，我怎么可能在死的时候挣脱出去，在水井里面放老鼠药呢？王莹明显的懵了。顾川做事要打我，但是看到我身后跟来的2个人高马大的黑衣保镖之后，瞬间怂了回去，只能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：“你会付出代价的，顾林，你等着！你个贱女人，竟然敢打我的宝贝女儿！”王莹妈妈上前想要撒泼，却被我的保镖直接吓退。我冷冷地看着王莹一家，谁要付出代价还不一定呢。看来顾川已经是将公司过给了王莹一家4口了。同学聚会上，王莹带着顾川出来时，全场的人都震惊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和顾川是大学恋爱。现在顾川莫名其妙成了王莹的男朋友，而王莹又是我大学时候最好的闺蜜。在场的人只是愣了片刻，便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打着圆场儿。莹莹又漂亮了。王莹浑身上下都是奢侈品牌子，
有不少毕业之后不怎么联系的同学，看到王莹的穿着之后，便开始巴结王莹。但是也有很多同学看出来，王莹身上穿的其实都是 A 货。莹莹，你这个小裙子好漂亮啊，还是香奈儿的新款呢？一定特别贵吧？没什么，这都是我老公送我的。这点小钱，在我老公眼中根本不算是什么。王莹被夸得像极了一只开屏的孔雀。王莹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在一声声恭维声中，王莹逐渐开始飘飘然。今天的消费都由我老公买单。一句话说出口，我坐在角落里，默默地看着脸色突变的顾川。顾川的脸就像锅底一样黑，可是为了面子，不得不强颜欢笑。顾川家早就破产，哪有钱给王莹买奢侈品？只能买些 A 货充充样子。骗王莹这种没见识的人还行，但是要骗过所有人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次聚会，王莹为了凸显自己身份，特意选在了本地最高档的酒店。光是桌上那盘龙虾就18000一只。王莹为了冲大款，20几个同学各点了一只。吃饭期间还时不时地在我面前秀恩爱。我老公说一定给我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不像某些人，被别人白睡了3年，得意的眼神不断往我这边飘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王莹这是在阴阳我。我只是得体地笑了笑，借口身体不舒服，就早早离开了。离开前，我找到前台，拿走我让他们录的视频。我告诉他们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同学聚会，以 VOLG 的形式记录了下来。我是班长，这样做也不为过。盛大的婚礼，我看是一场盛大的骗局在等着你吧。王莹买彩票的哪家店其实是一家黑店，所设置的奖项只不过是为了洗钱，而王莹刚好就中了那个最大的奖。上一世王莹因为误导网友，我冒名顶替领奖，在网上火了一把。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网红，因为王莹的影响力还可以，再加上王莹一直操控着舆论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卷钱跑路，所以那些洗钱的人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找王莹要钱，只能私下偷偷联系王莹。而王莹得知消息之后，却觉得这是一个将我除掉的大好时机，便和顾川联手，将我送到了那些绑匪手上。那些绑匪在发现被王莹骗后，直接将我卖到了山里。我被卖给了一个60多岁的跛脚老光棍，我不堪受辱，便咬舌自尽。我失踪之后，爸妈变卖所有家产寻找，王莹却将网暴的对象从我的身上转移到了我爸妈身上。爸妈的公司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公司股票日渐下跌严重。最后，在王莹的一条控诉我的视频后，终于破产。爸爸因为我的失踪，再加上公司破产，
还有王莹引导的网暴，突发脑溢血去世。而妈妈则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失去丈夫和女儿，最后精神崩溃，跳楼而亡。回想起上一世，我变成孤魂野鬼，看到摔得不成样子的妈妈，内心的绝望和痛苦，到现在还能清晰地记起来。可是王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将视频放在网上，标题是“怀念美好的大学时光”，加上我买了不少流量，视频很快就爆火。而王莹也被网友们认出，这不是网上经常炫富那个女生吗？楼上的好像就是啊。可是你们没有发现她身上那个裙子不对劲吗？那个 logo 的标后面怎么看着还有一个字啊？真不愧是这届网友，那么细小的瑕疵都能看出来。还有那个衣服拉链，我怎么记得香奈儿这个衣服是没有拉链的？怎么凭空多出来一条拉链？很快，王莹身上的衣服的各处细节图都被放大出来，与香奈儿官网发的模特图片对比。王莹的社交账号瞬间沦陷，无数谩骂涌入王莹的私信评论区。王莹关掉了后台私信，甚至将有小几万的账号设为私密账号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就显示该账号已经注销。王莹一家瞬间变成过街老鼠。但是这远远不及我上一世受的苦的1/1000。我找人以媒体营销号的名义，将王莹领1亿大奖的视频放在网上，接着王莹的热度。视频很快就冲上热搜榜第1。我说呢，这姐们以前怎么没在我们家小区见过？我在这里住了20多年了，只不过是最近才见过她。原来是中大奖了，看来她不是家里面有钱，而是中奖才有的。怪不得身上一股子土鳖气质。你看那丝巾，她都不会系。不是吧？中了1个亿还穿这货，这姐们凹的什么人设？网友的评论把我给看笑了。视频热度这么高，相信那群绑匪也该看到了吧？网友们速度很快。就连顾川也被扒了出来，而顾川家公司产品问题，公司负债累累，公司即将破产等词条也逐渐带上了蓝标。在事情发酵大概1个月后，王莹爸妈找到我，琳琳，阿姨知道以前对不住你。可是你是莹莹最好的闺蜜呀，莹莹现在被绑架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王莹爸妈堵在我的公司门口，企图用道德绑架我。可是演戏也要有个演戏的样子吧？阿姨，你手上的金戒指也能卖不少钱呢。还有叔叔手上的大金表。我淡定地看着王莹爸妈，让旁边的人报警。这金戒指是王莹她奶奶留给我的，我可不能卖。阿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救人最重要啊！再说了，我也不是警察，被绑架了应该第一时间找警察呀。见王莹爸妈说不出来话，阿姨，
不是还有顾川吗？他那么爱莹莹，肯定会拿钱救莹莹的。顾川那个白眼狼，在莹莹被绑架之后，就直接和莹莹退婚了。顾川正愁着怎么甩掉王莹一家这块狗皮膏药呢。既然负债的公司已经过给了王莹一家，他也就顺势恢复了自由身，又成了那个潇洒的富二代。见我不想给钱，王莹爸妈就开始了撒泼模式，横躺在公司门口。我也不着急，就静静地看着他们演。我还让前台妹妹给他们接杯水，润润嗓子。毕竟嚎了那么长时间，嗓子也干了。随着警车的声音渐渐变大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地上一脸蒙圈的王莹爸妈。阿姨，既然你们不会报警，那我就帮你们报警。你这个贱女人，我的女儿会被你害死的。任凭王莹爸妈在外面怎么咒骂，我直接扭头就走。真是可笑，嘴上口口声声说着没钱赎女儿，手上的大金戒指、大金手表，还有脖子上的大金项链，一个都不落下。我听说王伟最近新提了一套500万的小复式。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以及信息，很快就在山沟里面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找到了王莹。和我印象中的一点没错，同样的村子，只不过是买王莹的人变成了一个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将王莹身上打得没一块好肉。王莹蜷缩在暗无天日的小草棚里面，身下则是血肉模糊，地上甚至还有一坨依稀能看出形状的血肉。我告诉王莹，顾川其实早就破产了。给你们家的那几个公司都是负债好几千万，而且你买刮刮乐的那家店不是正规店，而是专门用来洗黑钱的店。托你的福，警察已经将他们那个洗钱团伙抓捕了。王莹疯了一般伸手要掐死我，可是却被一起赶来的警察制止了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受了刺激，得了失心疯。可是王莹眼底的恨意仿佛让我看到了上一世的自己。只不过上一世的我根本没有等到有人来救我。我选择救王莹，不仅只是为了报复那帮绑匪，我还要王莹亲眼看着家破人亡。让他直接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王莹爸妈由于名下公司负债太多，法院强制执行，收回了他们名下所有财产。即便是那样，也完全不够填补那高达3.6亿的大窟窿。即便是王莹再中3次大奖，被抓那天当场就供出了顾川，顾川也随之锒铛入狱。王莹本也应该进去蹲几年，可是却因为精神问题，目前在精神病院。听说王莹突然间正常，想见家人，警察特批王莹爸妈和王伟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王莹。可是王莹刚见到王伟，就好像发疯了一般，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，
直直地捅向王伟。王伟被连捅数十刀，刀刀中要害，最后抢救无效死亡。任凭王莹爸妈再怎么咒骂捶打王莹，他们的宝贝儿子也回不来了。王莹被执行死刑，临行前，我去看了王莹。再次见到王莹，她剪短了头发，胳膊上都是伤痕。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最喜欢你那一头长发了。王莹定定地看着我，似乎是在回忆。大学再好也回不去了。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我打断王莹的思考。突然间，王莹像是发了疯一样，疯狂捶打着玻璃。凭什么？顾林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现在应该嫁给了顾川。我已经怀孕了。你现在已经死了。我怔了一下，但是没有正面回答王莹的问题。我知道她也重生了，不过太晚了。王莹，你是不是今天没有吃药？我听懂你到底在说什么。顾林，凭什么？两世，你都是被所有人宠爱的那个。你有爱你的爸妈，有爱你的男朋友。你是家里面的独生女。你们家那么有钱，凭什么？好处都在你身上。我对着王莹笑了笑。每个人的出生都是无法选择的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以后的路。我是家庭好，爸妈爱我，可是我也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，经营公司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，只不过你看不到而已。说完，我不再等王莹回话，起身就走。走出探监室的大门，我彻底地笑了。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自己去决定。出生的不幸不代表一辈子都将会不幸，但是不努力，总是想走些歪门邪道的人，终究不会幸运，也当然不会成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去迎接属于我自己崭新的人生。高墙之内的人，我会彻底遗忘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